一名游客报警，指控白衣小伙在垃圾堆里强奸了一个姑娘，可小伙不承认。但警察不管这些，直接就先将他给带到了派出所。随后永强描述是在派对上遇见女孩的，我俩一起都喝多了，然后就来到户外透透气。他先是主动亲了我。Yeah, I felt her pull at my belt. She fell back onto a pile of garbage bags that were stacked up. Okay, and I fell on top of her, and when we got our bearings, it felt kind of romantic, you know? And I kissed her again, and then we started to have sex. 总而言之，永强的意思就是双方是自愿的，但警察要知道女孩是否说了好。对此，永强十分确信她同意了，结果竟被那个游客误解了。不料目击者的描述却恰恰相反，他表示女孩当时根本没意识，而永强却压在她身上反复抽动，然后我就大喊住手，可那个变态不听，于是我就把他拽了起来，然后报了警。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双方各执一词，要想确定是谁在撒谎，只能去询问受害者了。哪知詹妮昨晚喝的太多了，一点也记不清发生过什么了，直到警察告诉他你被强奸了，他才恍然大明白，难怪自己那里那么疼。但虽然不记得了，可詹妮明确自己是不会同意在地上做的，因此现在不管怎么来看，永强性侵的可能性极大。随后警察就采集了他的 DNA 样本，准备比对。不料这时突然有人来报告，出了一点问题，于是俩人赶紧出去了。居然是永强的父亲广坤来了，他要求终止审讯，乃至看到人后，本森警长立即吃了一惊，居然是熟人，广坤是他的第一任搭档，所以这个案子就显得不一般了。果然，接下来俩人没有就有重逢的喜悦。广坤上来就强硬要求撤销儿子的陈述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本森当场就拒绝了，因为永强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不需要监护人在场。他也没要求请律师，但最后还是同意广坤带走他，毕竟还没有正式逮捕永强。殊不知，正是涉及到了熟人的案子，才导致接下来的一波三折，案件还得继续调查。随后，本森亲自来审问了詹妮，而到现在，詹妮只记起确实亲了一个男人。见状，本森赶紧让他指认，结果詹妮一眼就认出是永强，并坚称自己亲了之后就后悔了。虽然其他记忆还是模糊的，但肯定不会和他发生关系的。而再加上目击者的口供，基本可以断定永强强奸了詹妮。可因为涉及到了熟人，本森决定再给永强一次主动坦白的机会。然而永强还没说几句，就被父亲强行打断了。他不允许就这样毁了儿子，于是采取了缓兵之计，借口先让永强回家和母亲道别，然后第二天主动再来自首。先行离开了派出所，结果转身广坤就来找了本森，开始为儿子求起了情。但本森可是刚正不阿的好警察，当场就拒绝了。不料接着广坤竟提到了一件事，他曾帮本森做伪证，使得本森保住了警徽，这可是天大的恩情。可本案还涉及到了无辜的詹妮，本森必须为受害者讨回公道，硬是不顾道德绑架回绝了广坤。见状，广坤也死心了，叫嚣着死战到底就离开了。显然接下来的庭审肯定不会顺利。首先是目击者做了证，检察官也提供了现场照片作为证据，证明詹妮确实是昏迷不醒，与证人说的一致。哪知律师却反问，在黑暗中距离詹妮6米之远，你又没摸过她脉搏，没试着叫醒她，怎么能确定她是昏迷的？算是强行找了个辩护理由。随后詹妮陈述自己什么也不记得了，不料律师却播放了一段通话录音，是那晚詹妮打给表姐的。虽然语无伦次，但听得出她还有意识。可对于这通电话，詹妮也忘了。于是律师就借此发挥，直言你忘了可确实打过，就像你不记得了可确实同意了。对此詹妮无法反驳，只能强调不论我说过什么，可永强都是强奸了我。然而这话很难让陪审团信服。见状，检察官赶紧再次询问，你为什么坚信自己被强奸了？ Because I never would have consented to a guy I just met on the ground by the garbage. I was passed out and he did what he wanted anyway. 这么一来，总算又扳回了劣势。可就在这时，律师突然提出传唤新证人，而这显然超出了警方意料，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全面盘查，怎么可能漏掉一名证人？于是检察官严令查清这名神秘的人证，但本森却有了不好的预感。而在调查清楚后，本森深夜敲开了广坤家的门，并特意将他单独叫了出来，然后直接开门见山说：“你们找的那名人证其实是名毒贩，后来成了你们分局的线人，这明显就是让他做伪证。”可广坤还想装傻，一口咬定自己不知这事，看得出为了儿子是豁出去了。但本森也明确告知，检方是不会手软的，整得广坤终于破防了，也就明言了，为了救儿子会不惜代价的。看来不撞南墙是不回头了。就这样，第二天开庭后，新的人证果然证明看到那两人在地上乱搞，并且女生还是清醒的，看着还很享受，呻吟着说继续。而对这个回答，律师很满意。随后，检察官在得到了本森允许的情况下，直接揭开了人证的案底。律师当然反对，可法官却允许继续提问。然后检察官就一步步抽丝剥茧，让人证承认自己本来是毒贩，可最后却以成为线人换来了免刑。而他的上线就是一名警探，虽然他自称多年没联系了，但检察官仍是想逼他说出也是认识广坤的，可人证否认了。这一看就是一条路走到黑了。不过检察官仍不断犀利发问，尽管律师多次反对，可都被法官驳回，因为这涉及到了人证的可信度。检察官是要证明广坤让他做伪证，而这却让永强破防了。他突然大喊人证在撒谎，也承认了自己强奸了詹妮，因为如果再继续的话，连父亲都会被搭进去的。I knew you were passed out. I couldn't stop myself. I was wrong, Janie. So wrong, and I am so sorry.
I raped you. I'm so sorry. 然而这突然的变化却是违反了庭审程序。随后法官先休庭询问永强是否认罪，父亲当然极力反对了，不曾想却被儿子赶了出去。永强要自己做决定，他想尽快结束这场无谓的挣扎了。于是当再次开庭后，永强当庭承认了强奸罪。最后法官鉴于他主动认罪，年纪轻还是初犯，判了他2年有期徒刑。至此案子结束了，珍妮终于等来了正义。可本森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他还必须面对广坤。不过也跟检察官求情了，不再追究广坤的罪责了。可广坤并不领情，甚至怨恨当初不该帮本森。And the truth is, I wish you hadn't. I wish you would have just told the truth. 本森坚守住了初心，再次表明人情在重，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；父爱在深，也不能沦为纵容罪恶的借口。而正义或许会面临考验，但终将如期而至，守护每一个被伤害的人。